刚刚我们之前在推凶手的时候，其实推出来有可能是2个凶手，对，2套作案手法，一套是用毒药把他给毒死，另外一套是，通过那个水箱把死者给淹死。但其实致死的原因只有一种，其实我们现在要确定的就是哪个是导致凶手死亡的原因，也可以推出来哪个到底是真正的凶手。没错，就是2个人做了案嘛。没错。那我们怎么样分清楚这2套哪个是致死？排时间线，排时间线。对，通过时间线来排掉一些作案手法的不可能性。昨天我们都是6点钟准时被他邀请到这个客厅里嘛，然后依次几点走的，我们要判定一下他在几点有可能把这个东西服下。就从你开始吧。我是6点20走的。你是6点20离开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6点25离开了。18点25离开。我6点35，我应该是第3个。金是18点35，8是18点45。我们7点钟走的，所以7点结束嘛？对。他喝药的时间有可能就是你们离开。但是7点之后是他先走的。那就有可能是你们俩走了之后，他再回来服也是可以的。他是一定是在晚饭期间服用养生浓缩糖浆，配合佛豆酒，需在晚饭时间服用。所以说，按照这个逻辑，他一定是在6点到7点之间。有道理。对，如果被害人是被毒死的，一定是前一天服完药之后的12个小时倒推。一旦服用，必在12小时后立刻丧命。最晚死亡时间一定是7点。对。对。但是最早的不能确定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毒，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动手。最早死亡时间我觉得是6点。你不可能比6点之前更早死了，6点我们还见到他了。现在呢，已经6点整了。我觉得淹死肯定是比毒死的概率大。我们能不能就是确认，这样是有人能跳出来？对，如果我是凶手，我今天把他毒死了，我想把他淹死的人当中，我进去看到他已经被毒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把他放在水缸里去把他淹一遍呢？因为他的毒发时间还没到。所以说肯定是淹死的嘛。哦，他说的啊，我明白你了。对，是的，说的对，谁下的毒是可以出来认了，就是我们就可以排他了。这会儿就跳就完了，跳能帮我们排除一个可能性啊。出来啊，出来！你要认吗？我认。你记得你们俩用铅笔划出来那个白纸上面那个就隐藏的字吗？这有一个感叹号，在这儿，所以它其实是有一句话。有，是不是有字？有的。并发出低吼声。我白天说了一个点非常重要，证明淹死凶手到底是谁，就是那个低声吼叫那一下。白说他听到了低声，我听到了。他是第一个进的，我们2个最后一个进的没听到低声。这个一定是关键线索，不可能是只是为了吓我们而已。哦，所以凶手就不叫，他没叫。对，凶手不知道吗？他。哦。那我今天叫了呀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是他排掉了。啊好。你们3个人中间绝对有一个人是知道自己听到低声还是没听到低声，但是没有说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看到的那个是没有低声的，因为我今天没有特别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我回想起来，因为我今天没有特别害怕，我去看他那头，我就吓了一跳。如果他突然叫我，他突然发出声音，我一定会吓死的。但是我今天没有特别害怕。
对啊，你第几个？那个时候他是我们前面一个，我们前面一个。凶手就在他俩二人之间。哎，这样很坏耶，这样很坏。那我不记得了呀。没事没事，那你先别说，我想听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听到。OK，他一定。我必须要坦诚一个点，我想杀他。我的确也要杀他。我要杀他的方法呢是把他推到那个罐子里面，用水淹他。是你把他搬到那个水里的？是的。你去做的那个，这个是你对吗？是的，是我。等一下，吓死我了！没事。但是因为我由于太害怕，我不是自己没有盛满那个水。然后呢，我就7点15分的时候，你们都被关进去的时候，我就看我确认他有没有死。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水并没有没到鼻子，我想他是淹不死的，所以我再去重新打水，把他淹死。所以在我的脑海里面，他一直是7点15分后被我杀死的。也就不是你杀的了，我知道了。他7点之前已经死了。哦，你的意思是7点之后打开那个盖子的时候，那个水根本就没有淹到他。啊。OK， 那就是可以确认一点，那就是谁下毒，谁是凶手。刚刚那个下毒的凶手好聪明啊，在我们这么大的压力下，他都没有跳出来。哦，想把那个下毒的给炸出来。对，没炸出来嘛刚才。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想要玩的高深。真的假的？你们刚才知道，其实下毒的是凶手吗？这谁知道？我们不知道。谁知道？这么深吗？我天！我跟你说，连我都不知道。那刚要炸出来，真的太无敌了，真的。知道。稳老兵。谁这么稳如老狗？所以现在逻辑上就是我跟他已经排了，就剩他俩了嘛。哥，你为啥你排？我铁牌。我也没有觉得你铁牌。我们已经确认一件事儿，就是这个凶手一定要看到碎纸机里边的内容，才能做这个案。对。然后呢，我的房间有碎纸机的另一半。如果我看到碎纸机的上一半，不，这个是排掉他用水去淹，是我看到碎纸机的内容，我知道他斩另一半，但是你的杀人手法是下毒哦，下毒根本不用看碎纸机里面的。所以嫌疑还是你们3个人，没有铁牌，没有铁牌。有道理。我的直觉是对的。哦，在我认为这件事是被淹死的时候，我是铁牌的。是的，但现在我已经跳出来了。跳了。对，所以你坐下，坐下。我觉得我坐下。他们说的是对的，他们说的是对的。我好厉害，你竟然把我又拉回来了。对。哎，我们之前有忽略一个点，推前浪跟推后浪是一个人是吧？是的。在4个嫌疑人的动机里边，肯定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。有些人针对的是推前浪，有些人针对的是推后浪。那你们4个人是谁是知道推前浪就是推后浪的呢？只有进到那个密室的人。所有证据指向推前浪就是推后浪的时候，是在进密室之后。跆拳号船长衣服，双耳听力减退，视线模糊，动脉硬化，骨质疏松，同一个人，一模一样。就是进过密室的才知道的。经过密室的人才能确定推前浪跟推后浪是同一个人。没错。所以说你们4人动机里面谁是想杀的是推前浪？我想杀推前浪啊！目前的线索里，他和他。
对，你们俩想杀的都是推前浪，那你们俩谁进过密室？没进过。我没进过。你那个老那个药，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个药？没找到，他口袋里我看到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个药的？在哪儿看见的？我看完之后我就上网搜索了，这药是干嘛的？看完的？在他口袋，在他的口袋看到了那个药，我就想哦这什么啊？然后我就回去在网上搜索。我进那个密室的时候，那个药是放在床头上的，没有在口袋里。老年宝，来一颗。他进去了嘛？带进去的嘛。我经常见他进密室嘛。所以你就知道有个密室。对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就绕到窗户那里去看。你知道有密室吗？我不知道，有人在撒谎，他俩里边绝对有人知道这有密室。为什么？朋友们，那个密室就在他房间的那个墙上。每次我演出完找他签字领钱的时候，他都会带着一个奇怪的瓶子进入到他书房里的一个房间里。Oh my god！ 那个密室它就在他窗户旁边，就在他房间旁边有一个门。不是从那边 The door， 不是从那边 The door。但是我觉得这反而可以排他，因为他直接说出了有密室，不然他可以隐瞒这一点。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全力推了8，是不是？发现有点进行不下去，对吧？因为他爆了说我知道他有个密室，我们就会觉得他都把密室都说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推，全力推是白。没问题。你是几点到这里的？你都干了些什么2点半，我来到了公馆，见了您接待，需要换衣服，然后把204房间钥匙给了我，让我好好休息，我就回到房间了。我不是约了一个人要来公馆里面买画吗？然后我就赶紧就开始作画了，然后画了一会儿，然后又想起了那个传单，就好像感觉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牵引我来这儿，所以我就想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以前的传单的一些证据啊，一些什么蛛丝马迹。四处搜寻了，开始。然后呢，16点35，我来到接待区，没有人，发现书房的钥匙在这儿，我拿着钥匙就进了书房了，在这边找着，发现垃圾桶里边有一个快递盒，然后就是那个老年宝，然后我就拿走了。书房里有一个门没有办法打开，所以你发现了密室。那门打不开，我不知道那是个啥。你在撒谎。你们两个还是对冲的这个样子，就是他这边说的也是我看到了，我存疑，但是他说我也没有进去过，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推前浪，所以我也不想杀他，和你的说辞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通过你们一些别的时间线索去想这件事儿。妈呀，好多药啊！他平时在服用好多的保健品，他想活得久。你看啊，如果我们断定他是被毒死的，凶手一定是知道我把这个药下在这个糖浆里面，他一定会吃。我知道了，他是快死的人。那个医生跟他说你要死，我觉得他会严格的去吃这些他养生方面的东西。而且我觉得哈，肯定是一定是提前很久就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了，不是说我今天进到密室知道他是同一个人，知道他要吃这些长生不老药，我就可以把这个过程做得很完美的，一定是早就知道这个习惯的人。其实如果按他这个逻辑来说的话，确实比较像你，要像我。没有跟你说你，您不是您，哦，对对对，你今天是 X 对吧？什么？你今天应该是 X 吧？我要是你刚才往我身上拐了，我进没进过密室不重要，因为我是今天才临时起意要杀他的。我想跟各位说一个更奇怪的一个动机啊，
就是如果我知道了他要杀我，我就带着我女儿走就好了嘛。我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呢？为什么还要参加呢？我说实话，像我，就是我觉得是你，我觉得是你，是你，因为我不一定认你啊。你不认不要紧，我就拼命的搅黄这场聚会就好了嘛。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救你嘛。今天他让我3声学鸭子，我就不学。这个船在这儿，我拿锤子砸了，我毁坏这个结局不就完了？我为什么要杀他呀？我觉得这个挺有力的呀。有道理，他可以直接走。我可以直接走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我女儿，我是你爹。我跟你说，你会不会有个什么向日葵大就相认了呀？对吧？我为什么又要保护你，又要把自己深陷于此？他这个只是威胁，你们俩才是仇。对。但是有一个点，我还是始终没有办法排宁哥，就是下毒的人一定知道他日常的这个流程，而且知道他这个混这个，而且要晚饭的时候吃。我觉得宁哥最后说这个还挺，我觉得是对，说的这个说服我了。啊，这投票了。投票了。投嘛，在我心里，因为我一定知道他不是嘛，对我来说很简单了。我觉得他们俩我也有一个数了。